如果你琴晚星期五打開個報價機，見到成個科技股板塊紅海一片，特別係 AI 嘅新寵博通 Broadcom 一晚唔見咗超過11%，你個心有冇嚟一嚟啊？明明標普500前一日先啱啱企上6900點，轉個頭就腳軟倒跌。但係我要同大家講，魔鬼藏喺細節度。雖然納指跌到阿媽都唔認得，但如果你睇真啲，代表傳統經濟嘅道指其實好硬淨，甚至代表中小企嘅 Russell 2000指數成個禮拜計仲係升嘅。今集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個極度分化嘅市場，點解華爾街一邊嗌住 AI 泡沫爆破，一邊又瘋狂買入黃金同價值股？鮑威爾啱啱減完息，背後其實做咗個好大嘅動作，可能會改變2026年嘅投資格局。好，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，照舊要提一提大家，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，只作資訊交流用途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，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當然，最重要嘅係，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，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大環境發生咗咩事。本周最大嘅新聞，毫無疑問係聯儲局嘅議息結果。一如預期，聯儲局宣布降息0.25厘，但魔鬼藏喺細節裏面。鮑威爾終於按低咗嗰個令市場最興奮嘅掣，重啟印鈔機。聯儲局宣布未來30日將會購買400億美元嘅國庫券 T-bills。雖然鮑威爾死口唔認呢個係 QE 量化寬鬆，或者係為咗管理儲備金，但身體最誠實，呢個實際上就係向市場注入流動性。按道理降息加印錢，股市應該升到爆廠先係㗎，但點解星期五個市會跌成咁？原因有兩個。第一，聯儲局內部其實好分裂，今次投票有3位官員投反對票，包括芝加哥嘅古爾斯比 Austan Goolsbee， 佢哋覺得通脹仲未死得透，唔應該咁急。第二，債市投咗不信任票，你睇10年期債息唔單止冇跌，星期五仲升翻穿4.2厘，市場嘅信號好清晰，鮑威爾你咁放水，我就感到通脹反彈。呢個就係點解資金開始變得謹慎，唔敢再盲目追高科技股。大家留意下星期五嘅收市數據，道指雖然尾盤轉跌，但全周計其實仲係逆勢升咗1%左右。相反，以科技股為主嘅納指單日就跌咗1.69%，全周跌幅更加係重災區。呢度面最詭異嘅係 AI 兩大巨頭甲骨文 Oracle 同博通 Broadcom 嘅表現。Broadcom 剛剛公布咗業績，數字靚唔靚？好靚，佢預期 AI 晶片銷售會翻倍添。但結果係點？星期五單日股價插水11.4%，再睇睇甲骨文，星期五再跌4.5%。呢就話俾我哋知一樣嘢，華爾街對於 AI 股嘅要求已經變態地高，而家唔係你有增長就得，係你要完美。加上市場開始擔心呢啲公司嘅獲利能力跟唔上佢哋燒錢起 data center 嘅速度，呢個就係典型嘅利好出盡變利空。與此同時，資金流向邊度？根據美國銀行最新嘅數據，截至12月10號呢一周，雖然美股基金仲有錢流入，但全球股票基金嘅吸資額創咗3個月新低，反而係黃金基金同加密貨幣基金分別吸資23億同12億美元。呢個都說明資金唔再係盲目追逐科技股。事實上，過去2年我哋炒 AI 係炒夢想，炒 Capex 資本支出，即係話 Microsoft、Google 肯使錢買 GPU，Nvidia 就會升。但嚟到2025年底，市場嘅邏輯變咗。而家投資者要睇嘅係 ROI 投資回報率。甲骨文今次暴跌，其中一個核心原因就係佢嘅債務問題。最新季績顯示佢負債成1000億，但自由現金流仲係負數。呢個就係我一直提醒大家嘅槓桿風險。當一家公司係借錢嚟起 data center， 然後租俾另一家借錢買算力嘅公司，呢個鏈條只要有一環斷裂，後果可以好嚴重。所以2026年嘅 AI 投資將會進入驗證期。只有嗰啲真正能賺錢、有現金流還債嘅公司先可以生存落嚟，呢個係大家選股必須要有嘅新思維。面對呢種分化嘅市況，我個人嘅操作策略係非常明確嘅。第一，對於科技股，特別係啱啱暴跌嘅 Broadcom 或者 Nvidia， 我唔會急住喺呢一刻去撈底。雖然佢哋基本面冇問題，但係當市場情緒 sentiment 轉向避險、殺估值 valuation compression 係會持續一段時間。我會等債息回落或者股價企穩喺關鍵支撐位先考慮分注。第二，我會順應資金輪動嘅方向。你見到道指相對抗跌，係因為資金去咗金融、工業同醫療板塊，好似 Visa、Mastercard 呢啲受惠於經濟軟着陸嘅股票，表現就硬淨好多。第三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，大家要記住總統週期呢個魔咒。歷史數據顯示，總統任期嘅第2年，即係2026年，通常係股市表現最差、波動最大嘅一年，平均回調幅度可以達到17%。所以我而家做緊嘅所有操作，都係為明年可能出現嘅劇烈震盪做準備，保留多啲現金，絕對唔係壞事。我哋再掃描一下市場內部，除咗科技股慘遭血洗，其實都有亮點。
Lululemon 宣布換 CEO， 股價單日彈高 9.6%， 呢個證明咗咩？證明市場對於改革重組呢類故事依然好受落，只要公司肯變，資金就會捧場。另外，瑞士銀行 UBS 股價創咗17年新高，因為瑞士議員話要放寬資本要求，呢個再次印證我剛才講嘅金融股喺週期尾聲往往有不錯嘅表現，但係大家都要留意風險。油價持續疲軟，紐約期油收報57.44美元，呢個反映市場對於全球需求，特別係中國嘅復甦動力依然好有保留。能源股短期內可能難有運行。最後，我哋放眼全球，黃金真係強到冇朋友。現貨金價星期五一度衝到4353美元，直逼10月份嘅歷史高位。雖然尾盤有回吐，但結構性牛市未完。外匯方面，大家要盯緊日元啦。下個禮拜日本央行好大機會加息0.25厘，甚至有官員放風話基準利率最終會去到0.75厘。日元如果走強，對於全球資產價格，特別係借日元炒美股嘅 carry trade 會造成壓力。星期五日元跌咗少少，去到156.13，但下星期隨時會有大波動。總結一句，而家個市係冰火兩重天，科技股喺去槓桿，價值股喺接力，唔好被星期五嘅大跌嚇親。最緊要係睇清資金流向。2025年尾呢波震盪，其實係為咗2026年更難玩嘅市況做預演啦。好，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